中国003航母为何会有如此快的建造速度？美媒体似乎从中发现了答案，为何会牵扯到台湾？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近日，关于中国003航母的消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时不时就有最新的消息爆出来。而且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报道，美国智库专家指出，中国003航母随着3个弹射器的安装完毕，并进行了测试，从而也使得003航母的主要外部构件的安装工程已经接近完成，而且最快的下水时间可能在2022年2月下水。此外，专家还指出，由于中国大陆造船厂军民两用且财政不透明的特性，包括台湾企业在内的许多公司向其订购商船，可能直接或间接协助大陆海军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这消息一出，当即就在网上引起了热议，都纷纷对中国的造船业的发展速度之快而感到惊奇，也使得世界各国都青睐中国的造船技术。据悉，根据消息显示，中国江南造船厂的军舰建造速度明显趋缓，有许多的设施都被转为建造商船。对于此转变，专家指出，中国大陆造船公司的特性，这就使得许多国家都青睐中国生产的船舰，而且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的订单，这就为中国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而这也从侧面加快促进了中国海军快速现代化的进展，为中国海军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公开资料，中国江南造船厂预计于2021年11月至2024年间交付超过40艘商船，而向中国订购商船的公司则主要有来自巴西、法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新加坡、日本、瑞典、荷兰以及台湾等。这就大大的促进了中国造船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加快促进中国造船业的蓬勃发展。对此，美国惊呼，发现了中国航母建设如此快的秘密，就是因为中国的造船业为航母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从而加快促进了中国航母的发展。那么，中国的造船业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取得了怎样的进步？据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造船业大国，而且也是世界最早拥有船只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的造船业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技术先进。但后面还是由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加上世界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占领，这也使得中国的造船业受到较大的破坏，这就对中国海军的发展带来巨大所谓影响。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局面也算是被打破，中国造船业也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也恢复了发展，但是也没有取得较大的进步。而到了1980年代后期，中国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就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提出了对外开放、以我为主的产业政策，从而这也使得中国各造船企业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一面通过积极引进先进的装备、技术和造船规范，一面又积极承揽低附加值海外订单，最终在中国爱国华人的大力协助支持下，才成功的实现了中国造船业实现走向国际市场的突破。这也大大的提高了中国造船业的销量，而且也使得中国造船业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绩，也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青睐，也有了更多客户的支持。这从侧面来看，有利于提升并巩固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助力中国造船业的蓬勃发展。而中国的造船业能够在1980年后期取得这么大的进展，这主要也是得益于当时的国际环境。由于造船业长期以来为发达国家所垄断，但是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这就促使发达国家产业进一步升级，就开始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部分中低端产品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中国恰好抓住了这一发展机遇。因此，在1980年代，中国就能够以较低的代价换来了发达国家先进的船舶生产技术，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造船业的飞速发展。再加上国际市场对于船舶的需求量不断扩大，这就使得中国抓住了这一市场需求，加快对外进行船舶出口，占据国际主要的市场。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这也使得中国造船业技术得到提高完善，而且对新工艺、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不断提高，造船能力和效率不断增加，这也大大保证了中国在船舶工业的终端产业链，从而逐步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据悉，据克拉克松研究公司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全球造船完工量为4663万载重吨，其中中国造船完成量为2092载重吨，占全球总完工量的44.86%。韩国造船完工量为1497万载重吨，
占全球总完工量的 32.10%。日本造船完工量为936万载重吨，占全球总完工量的 20.07%。这也使得中国成为船舶产量居世界第一的造船大国。而且，据克拉克松研究公司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全球造船新接订单量为7497万载重吨，其中中国造船新接订单量为3824载重吨，占全球总接新订单量的 51.01%。韩国造船新接订单量为2986万载重吨，占全球新接订单量的 39.83%。日本造船新接订单量为571万载重吨，占全球总接新订单量的 7.62%。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的船舶出口量也位居全球第一，完全居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有人问，美国的造船业怎么都没有在榜单上？它与中国造船业有怎样的差距？据有关人士分析，中国和美国的造船业差距有2方面，一是在建造速度，二是在成本控制。中国的海军发展在这2方面都使得如今的美国望尘莫及。据悉，根据美国兰德智库给出的统计数据，2020年的时候，中国海军下水了12艘056护卫舰、9艘驱逐舰，以及1艘071型船坞登陆舰和1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而且这还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国有意的去削减了海军的入列规模。并且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多年来在造船吨位上的优势也被中国打破了，而且这差距还会越拉越大。加上此前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情报部部长詹姆斯·法内尔推测，到了2030年，中国将会拥有多达450艘水面舰艇以及110艘潜艇。而在2049年中国建国100周年之际，也将取代美国成为舰船吨位排名全球第一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提出的355舰队计划受制于各种因素，也基本已经宣告破产。而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这与中国造舰的速度快、数量多与能加大控制成本是密不可分的。根据相关统计，如果中美同时建造各方面都一样的1艘10万吨的航母，美国能造1艘，中国则可以花相同的成本建造1.5艘。尽管中国的军费不如美国，但中国军力制造1年的能力，美国需要2.5到3.5年才能赶上。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无论在造船的技术上还是成本控制上都优越于美国，而这也是中国造船业优于美国的原因所在，且大幅度领先于美国。美国对于中国造船业的发展也是惊呼不可思议，因此随着中国造船业的蓬勃发展，这也将使得中国的军舰速度会形成下饺子的态势，从而可以极大地壮大中国海军的实力，使中国有实力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从而有机会迎头赶上美国。相信中国海军的发展未来可期，